另外一边，坐在大殿内的恨天宗宗主面色难看地望向手里的檄文，讨恨天宗檄，告关西平原恨天宗门人，今有天光不照之处，恨天宗以诡诈之刃暗刺我樊玉血脉，劫杀我核心阁主齐月七族商队于季风峡谷，此非寻常劫掠，乃蓄意践踏我樊玉基石。今恨天宗列我袍泽之亲，绝人伦之序，此仇非私怨，乃闻名于野蛮之借战。若你心怀人伦之血勇，当用于护生而非屠戮，即刻卸任脱袍，星夜离宗。樊玉未回者留一线生路，一个时辰之内离去者，既往不咎。半晌后，恨天宗宗主才将纸张用力揉成团，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道：欺人太甚！一个突然在江北崛起的势力，和恨天宗也没什么交集，竟然会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商队主动挑事。半晌后，这个男人怒极反笑了起来。既然樊玉要强出这头，那就让他脸面扫地。就在这时，大殿外一个黑衣弟子大步走来，递上一封信。宗主，这是屠仙圣地送来的一封信，并附带了1万枚鬼石。恨天宗宗主望看完信后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么小的摩擦，平时都汇报不到他这里来，这种小事都要一个圣主亲自写信啊。不过让他还是颇为受用，对方送上鬼石作为歉意，还亲自写信给他，这是对他恨天宗的认可。但紧接着，大殿外手下再次大步走入，禀报宗主，屠仙圣地圣主亲自带人在宗门外800米山坡处等候。性情，恨天宗宗主先是一愣，随后很快反应过来，蹦在地面上大步朝殿外走去。几位长老随我一起出宗迎接。不错不错，就这里了。屠仙圣地圣主扫了眼四周，前方800米就是恨天宗的城池，清一色4级城墙，让这座城池宛如镇山石一般，牢牢坐稳在关西平原。他站在山坡上，望向恨天城，这个视角刚刚好，可以完美将整个恨天城收入眼帘。如果要发生点什么，这里是最佳视角。屠仙圣地的圣主有些期待地望向不远处的地平面，樊玉现在说不定正修高铁往这边赶来呢。就在这时，恨天城城门突然打开，一帮人浩浩荡荡走来。只见恨天宗宗主走在正前方，带着恨天宗的长老和一众弟子，大步走至屠仙圣地圣主面前，扫了眼其身后一群人，爽朗笑道：紫薇，许久不见，关西平原世人皆念圣主你心怀天下，今日我算是见到了。当江北樊玉不知天高地厚向恨天宗发出檄文后，紫薇你第时间携门人之缘，这份恩情我领了，只是大可不必。正站在原地走神的屠仙圣地的圣主突然听见耳边传来一道爽朗的笑声，眉头忽皱，这是什么话？屠仙圣地的圣主扬怒道：你我是兄弟，我岂能坐视你不管？兄弟快回吧，外面冷，别等会染上风寒了。刚准备说点什么，恨天宗宗主下意识抬头看了眼头顶的太阳，3月初入春了，不怎么冷了。那啥，我是想说先回。屠仙圣地圣主面色严肃道：兄弟我就站在这里，其他的你不用管，莫要兄弟难做人，若是因此让你染上风寒，兄弟我罪该万死。快回！那好吧。恨天宗宗主此时也有些懵逼，半推半就的带着身后人又朝恨天城走去。紫薇给他说懵了，他本来组织了一堆话要说的来着是，结果几句下去，给他整得忘记要说啥了。而屠仙圣地坐镇恨天宗不远处的消息很快传开，明眼人一看就大概琢磨明白怎么回事了，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是来助阵的。无论是哪种，都意味着一个时辰后，樊玉肯定真有动作。一时间，距离较近的势力都开始出发朝恨天宗赶去。渐渐的，恨天城周围的势力越来越多，但占据最佳视野位置的山坡，则是被屠仙圣地牢牢霸占住，而恨天宗宗主则是全程笑呵呵的挨个接待。没想到他们恨天宗在关西平原的口碑竟然这么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此同时，樊玉100艘满配非洲，在9天之上以极快的速度朝恨天宗驶去。玉主公羊一族的家主满脸愧疚地走至陈凡身旁，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感激和惶恐。这一趟樊玉是不是要破费很多？陈凡偏头看了眼这老头，随意道：你自己估摸估摸呢？你说破费不？公羊一族的家主僵在原地，这还用估摸吗？就这架势猜都能猜到有多破费。玉主公羊一族以后正式并入樊玉，日后为樊玉做牛。别！陈凡面色古怪地望向着老头，你想的还挺美，还并入樊玉。樊玉收人审核很严的，你怎么还连吃带拿的？放松点。而恨天城外，越来越多的势力赶来，聚在恨天宗外，好不热闹。就在这时，那是什么？人群中突然发出一阵惊呼声。屠仙圣地圣主顺着人群嘈杂方向望去，在看清楚后，哪怕他见识过足够多的大场面，此时也不由僵在原地。起初只是在天边云层深处泛起的一抹铁灰色涟漪，但伴随着那道涟漪渐渐逼近，人们才看清楚，那分明是近100艘非洲，每艘非洲都宛如一条放大数倍的铁玉，沉没破镜带来的震撼感是极其恐怖的。尤其是在主流载具是骷髅马的关西平原，这里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见飞在空中的非洲。当非洲靠近，围在恨天城附近的一众势力纷纷面色煞白骇然的僵在原地，那是江北樊玉的旗帜，樊玉真的来了。而几乎眨眼功夫，这只非洲阵列便已飞在恨天宗上空。下一刻，一阵由无数道咔嚓组成的击扩声从空中传来，只见所有非洲表面的板块陡然一开，露出了一门黑洞洞的炮管。杀戮开始了！轰！一道足以震耳欲聋的声音陡然响起，一枚猩红炮弹从悬浮在高空中的非洲上径直轰向恨天城的正中央。仅此一击，周围建筑几乎瞬间倒塌，炸裂开的猩红光芒如索命般席卷着附近所有能找到的生灵，溢出的伤害会自动锁定。紧接着，1700门满级式神炮齐齐开火，地面开始剧烈震动，整个天空突然变得暗了下来，并不是永夜降临了，而是神炮的光芒掩盖了太阳的光芒。周围所有围观的势力都看见了他们此时最为震撼的一幕。
无数枚猩红炮弹宛如连绵不断的一枚接一枚的直落向恨天，密集程度哪怕数十里的人也能清楚看见。屠仙圣地的圣主望向这一幕，身子僵在原地，嘴唇开始微微发颤。他虽然一直道歉，但真要打起来，屠仙圣地不惧任何势力。但现在他怕了，是神炮倾泻而出的猩红炮弹洪流，在空中编织出了一张覆盖了每一寸空间的立体死亡网络，不见一丝鲜血，不见一丝惨叫，但却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死亡气息。一盏茶之后，从高空中倾泻而出的猩红洪流终于渐渐逝去，地面也停止了震动，他们眼前再次缓缓恢复了光亮，那是他们重新适应了太阳的光芒。恨天城已经不见了，前方不见一座城池，只有一座不见底的深坑。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根本就不会相信在一盏茶之前，这座深坑原本的位置有一座城，仅一盏茶的功夫就被夷为平地。就在这时，悬停在高空中的那百艘飞舟，位于最中央被四周环绕在中间的一艘飞舟缓缓落下，落在众人面前。陈凡在一众人的陪同下走下飞舟，从他们每个人脸上挨个扫过，脸上流露着温和的笑容。诸位，自我介绍下，江北凡玉陈凡，很高兴认识你们。一众前来看热闹的势力，此时还未从刚才那场震撼的场面中回过神来，有心想张开口说些什么，却紧张的不断，嘴唇发颤。此时说一句完整的话都显得有些困难。平日里关西平原见的最多的就是骷髅马，什么时候见过这东西？这哪是一个级别的？陈玉主，屠仙圣地圣主此时强行平复好心神后，迎了上去，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怎么来也不说一声，我好也去迎接你。对于樊玉南下，我屠仙圣地第一个举手欢迎。陈凡轻笑着望向屠仙圣地的圣主，这倒是个奇人，明明他还没展现出樊玉实力，他就收到了不少来自这家伙的道歉信和鬼石，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和屠仙圣地开战了。正常来讲，关西平原的这只鸡本来应该是屠仙圣地的，他没再说什么，而是随意扫了眼周围一众人后，便回到非洲上。非洲缓缓升空，和悬停在空中剩余非洲汇聚在一起，再次朝远处疾驰而去。没多一会儿，便消失在众人视线尽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没有那个深坑的话，很快周围一众势力散去，他们是奔着看热闹来的。热闹是看见了，吓也是吓到了。而不久后，恨天宗被屠的消息开始如雨后柳絮般在整个关西平原开始大范围传播。今夜的关西平原，无数人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尤其是那些亲眼目睹了那一幕的。原本一直纷争也是为了争夺更多资源发展家族，但在看见了今天那一幕后，突然就释怀了。打了个什么？再打也打不过樊玉，不如好好过自己本分日子。而在夜深人静时，百艘非洲在永夜的掩护下再次飞入关西平原，直直落在一个深坑旁。这座深坑原先正是恨天城，百艘非洲上的鬼火溢了出来，笼罩了这个深坑。大批战阁成员拎着铁锹等工具从非洲上走了下来，开始忙碌挖掘起来。肉再少也是肉嘛。白天的主要来的目的是杀鸡立威扬樊玉之名，目的达到了。但这个时候一批人下来开始去深坑里挖东西，多少有点丢面，所以他当时决定晚上来再挖。不过看起来那些势力还挺识趣的，没一个人觊觎恨天城里的遗产，他还想着如果有势力拿了，今晚就去这家上门吃饭呢，挺好。陈凡站在甲板上，望向在深坑内忙碌着的一众樊玉成员，轻笑着。接下来关西平原各个势力短时间内应该就老实多了，他可以开始在关西平原铺设高铁脉络和信号塔了。这些东西只要铺设下去，就意味着这片区域都是他的地盘了。只是陈凡面色难看的站在城墙上，一言不发。正常来讲，7天前应该开始推进信号塔和高铁脉络了，只是开铺设高铁需要魏魏辅助，他许久没看魏魏了，还有点挺想的，就亲自来新大陆找魏魏了。没想到来了才知道，10几天前魏魏就已经失踪了，至此已经失踪10几天了。魏魏临走前将寿阁阁主身份令牌留在了城内，导致他们都没办法通过令牌找到魏魏踪影。此时魏魏去了哪谁也不知道，肯定是在这片大陆上，但这片大陆面积何等大，王麻子探索了这么久还没探索完毕，想找到一条鳄鱼又谈何容易。少爷站在一旁的瘸猴眼里满是愧疚和慌乱，低声道：不关你事。陈凡摇了摇头，皱眉道：你一个人负责新大陆这边的所有开采事宜，本就有些忙不过来，你也不能天天盯着魏魏。只是魏魏究竟是主动离开樊玉的，还是被迫，又或是走丢了？虽然以魏魏实力，很难有鬼物对他造成伤害，但既然不是离家出走，那就糟糕了。他望向海边远处的雷雨风暴，难道是那雷雨风暴作祟，将魏魏吸引过去的？可是魏魏平时只喜欢吃，没什么特别爱好，什么东西才能如此有吸引力？甚至让魏魏将最喜爱的寿阁阁主令牌也会留在原地，离开新大陆1号据点？难道是？陈凡沉默在原地，想到了唯一的可能。就在这时，瘸猴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响起：狱主王麻子回来了，约莫还有1个多时辰便可抵达新大陆1号据点，说带回来了一个重要发现。陈凡有些烦躁地应了一声。1个多时辰后，王麻子来到陈凡身前，刚准备开口在新大陆的重大发现，但突然发现远处海面上隐隐能看见不少海船和非洲正沿着雷雨海域不断搜寻，顿时面色微变。果然如此，狱主，可是那雷雨海域有崩溃迹象。不是。陈凡轻叹了一口气，魏魏失踪了，排除所有选项后，我怀疑雷雨海域里有什么东西，制造出魏魏父母的幻象，让魏魏主动进入雷雨海域。王麻子愣在原地许久后，才茫然地看了眼远处正在搜寻的一众非洲和海船，又看了眼身旁的狱主和瘸猴，有些懵逼道：狱主，你在说什么？你们不是派魏魏去那个深坑挖地精了吗？我返程的路上还看见魏魏在那个深坑里挖地精呢，我还给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在不断给我挥爪打招呼呢。什么？陈凡先是一愣，随后才眉头紧皱，偏头望向瘸猴：你下的令我没下啊。瘸猴有些着急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上齐月。
齐月，是不是你下令让魏魏去挖地精的？传音符里很快响起齐月的声音。我没有啊，我这段时间一直忙着挖矿呢。挺好。陈凡突然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寒光。樊玉里都有人能替他下令了，当即转身朝一旁非洲走去。走吧，去找魏魏。我挺好奇是谁下的令。瘸猴和王麻子对视了一眼，都看见了彼此眼里的不安，急忙跟上。从新大陆1号据点，距离王麻子发现的那个深坑，足足有3天的路程。陈凡日夜赶路，在第2天天黑前抵达了深坑，很快便看见了在下方独自一人卖力挖掘的魏魏，眼中更是闪过一丝愤怒。没有非洲，没有高铁，魏魏就这样独自一人跑了这么远的地方来挖地精，还独自一人在挖，有多孤独，或许只有魏魏能知道。无论是内部谁下的令，出于玩票性质，又或是试探性质，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非洲缓缓落下，听见动静的魏魏抬起头，再看见陈凡时微微一僵，又看见站在陈凡身旁的王麻子，灯笼大小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愤怒，怒吼起来。这副样子分明就是受到了欺负，在主人来了之后，委屈且愤怒地高吼了起来。瘸猴默默地朝旁边挪了一点，尽可能的离王麻子远点。不会是王麻子这家伙想私自立功给魏魏下的令吧？这可是越权了，而且魏魏还真听王麻子的命令啊！几乎一瞬间，王麻子面色瞬间煞白，这他妈冤枉啊！他返程的时候不是还和他友好的打招呼吗？现在怎么对他吼起来了？真不关他事啊！陈凡没理会王麻子的神情，只是拄着手杖，独自一人走下非洲，站在魏魏身旁开始交谈，肢体加眼神的结合。一盏茶后，陈凡重新走上了非洲，而跟在身后是满脸委屈的魏魏。瘸猴敏锐捕捉到少爷眼里少了愤怒，反而多了几丝无奈，便意识到这件事情不会朝严重的方向发展，试探性的开口询问：“少爷，是谁下的令？一位阁主，哪个阁主？寿阁阁主。”瘸猴有些懵逼。陈凡长叹了一口气，随后实在没忍住，抬起手掌敲打着魏魏的脑袋，怒极反笑道：“你他妈还能自己给自己下令的啊！你知道这几天为了找你，动用了多少资源不？那么多繁域成员冒着被卷入雷雨海域的危险，在雷雨海域搜寻你，结果你他妈自己给自己下令，跑来挖地精来了。这么远的距离，你还真能自己跑过来的？”站在一旁的王麻子此时长松了一口气，明显没他什么事儿了，但他还是有些不解。狱主，发生什么了？说来话长。陈凡无奈的叹气道：“上次魏魏回繁域的时候，我坐在城墙上思考接下来的发展，魏魏趴在我脚边，我随口说了句，马上又到诞辰之日了。魏魏记住这句话了，打算给我送个礼物。他觉得我肯定很喜欢这里的地精，便想要挖出足够多的地精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就去找赵生平要了一大批卤煮，带着喝的，将身份令牌留在城内，跑了数日，从新大陆1号据点跑到这里，开始开采地精。如果不是你刚好路过发现了他，真不知道要找他找多久。这傻狍子，气得我现在脑壳疼。”王麻子有些茫然地望向正对他龇牙咧嘴的魏魏。所以你路过他的时候，他跟你摆爪子不是跟你打招呼，而是让你替他保密。现在你在他心里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告密者。王麻子更加懵逼的愣在原地，谁他妈能看懂那个摆爪子是保密的意思？先不说他没看懂，就算他真看懂了，回到据点看见那搜查镇长，他也不可能保密啊。走了。陈凡有些没好气的拍了下魏魏脑袋。跟我回江北修高铁去！真的是，掌心突然涌出重物下坠感。他低头望向魏魏，怯生生的朝他手里吐的一块地精后，声音戛然而止，停顿片刻后，才突然笑了起来。算了，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谢谢你，魏魏。魏魏变得兴奋起来，尾巴开始不断如往常那样左右敲击着非洲甲板。找到魏魏后，陈凡心情也变得不错了起来，但还是非常严肃的告诉魏魏，日后有任何行动都不能扔下身份令牌，且不得擅自行动。3天后，几人返回新大陆1号据点。王麻子站在望向和魏魏一起走进繁域高铁站台的狱主背影，有些唏嘘的感慨道：“从这里跑到深坑距离可不远啊。”魏魏确实是上心了，但就在这时，他一拍脑门，突然想起来，有些苦恼道：“我差点忘了，我是来汇报探索新大陆发现的，别这么一耽搁，我都忘了说啥事儿。”瘸猴望向王麻子：“重要不？不重要的话，我转达给少爷。要是重要，你就现在乘坐高铁跟在后面回繁域当面汇报，也不是太重要。”王麻子挠了挠后脑。就是我发现，因为新大陆天道死亡的缘故，这片大陆正在渐渐碎裂，要不了多久，估计就彻底4分5裂了。瘸猴面无表情地望向王麻子，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就从怀里掏出一枚红色传音符，这是繁域最高品级传音符，一旦启动，就代表着事态10万火急。别！王麻子急忙按下瘸猴的手。别着急，我说的要不了多久，是基于这座大陆存在的时间。那裂缝现在还没蔓延到我们这里呢，估摸着至少还得个7、80年的功夫。那时候我们这里的鬼尸早就挖完了。你先别激动，是你说的太吓人了。吓人吗？你说呢？好像是有点哈。陈凡坐在繁域高铁车厢内，在海底隧道内朝前方疾驰而去，耳边时不时能传来另外一辆高铁从对面呼啸而过的声音。他转身看了眼，爪子搭在高铁尾部的魏魏笑了起来，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与此同时，陈凡也收到一则王麻子送来的关于新大陆的消息。根据王麻子这些日子在新大陆对裂缝的观察，他探测到新大陆预计在7、80年后会彻底崩碎，除非在此期间内补充一个新天道，或许会阻止新大陆的崩碎。他笑了，天道又不是芭比娃娃，说补充一个就能补充一个的，从哪找个天道来？不过他有些若有所思地望向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君临天下。你的鬼火将会从黑夜中吸取能量，每日无需鬼石维持。当你在一片大陆所有区域都点亮鬼火，
将获得特殊奖励君临天下，上面清清楚楚写的在一片大陆所有区域，不止永业大陆算，新大陆也算。所以他其实有想过，在新大陆布满鬼火，拿下这个将领。等王麻子将新大陆探索的差不多之后，在新大陆铺满6级鬼火，拿下这个君临天下的奖励。君临天下，他嘟囔了一遍这句话后，便起身回到梵域。片刻后，陈凡站在1号洞穴的城墙上，视线越过峡谷，望向无名山外镇守在江北海岸线上那隐隐可见的江北防线。如今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已打造完毕，但这个江北防线只是一个空壳子，只有城墙，没有任何炮塔等城防后勤建筑。一座不能反击的城墙，迟早会被鬼巢磨平，还得再攒一批鬼石，将江北防线彻底填充完毕。距离海底鬼巢登陆还有2年半，还要再经历2次雨季，无穷无尽的鬼巢就会从江北登陆。走了。在听完王奎的汇报后，陈凡带着魏魏和2个梵域成员踏上了征程。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梵域的计划就是在关西平原修建高铁和信号塔，要离开梵域一段时间。不过在临走前，他对梵域最核心的建筑鬼火使用了天道石。下一刻，面前浮出一则面板：你对鬼火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1. 天道赐福效果：细水长流，鬼火会吸收永液里的能量，每日凝成1000枚鬼石，仅限一座鬼火生效。2. 天道赐福效果：再来一次。营地内所有建筑升级时，若随机到质变升级方向，可拥有1次重筛机会。重筛不会改变质变升级方向的品级，但会随机更换一个质变升级方向。3. 天道赐福效果：君临万国，在营地内范围内所打造安置的鬼火，每次升级将无需天才地宝，只需鬼石即可。陈凡望向面前面板上的3则天道赐福效果，愣了半晌后，突然咧嘴笑了起来，没有丝毫犹豫，便选择了第3条君临万国。这个天道赐福效果可以让他打造10级鬼火，无需消耗任何天才地宝，只需消耗鬼石就可以了。这也意味着，当王麻子将大陆探测完毕，制造出整个新大陆的鬼皮地图后，他就可以开始着手将鬼火布满整个新大陆，拿到那个君临天下的特殊奖励。挺好，陈凡笑了起来，他大步朝一旁的95龙年走去，先去关西平原铺设高铁线路，等王麻子将新大陆的鬼皮地图绘制出来后，就可以开始规划这件事。龙马嘶鸣，95龙年驶出港口，再一次咆哮在江北荒原上，直朝江南方向驶去。梵域正式南下，时间飞逝，这1个半月，陈凡没回梵域一趟，一直在关西平原铺设自己的高铁线路和信号塔。呼，陈凡走下95龙辇，有些疲惫地敲了敲自己的肩膀。他人快傻了，给他累得差点踹不上起来。不过要不了几日，关西平原的高铁便可正式通车了。而此时他也来到了镇鬼关，他站在原地，视线越过镇鬼关，望向更南边的关东平原，神情恍惚地呢喃着：7号防线，他已经收到了少秋派人送回来的消息。根据少秋的消息，永业殿那边战况很焦灼，已经无力再援助7号防线了。这次雨季若7号防线再被攻破，那可能就真的彻底沦陷了。所以他还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将高铁线路和信号塔布满关东平原，这样万一发生个什么事儿，他也能第一时间知晓，不至于关东平原都被沦陷了，他还在江北什么都不知道。随后翻身回到马车里，坐在车夫位上的梵域成员马鞭一甩，95龙辇当着所有人的面穿过废墟，直朝关东平原深处驶去。还是一鼓作气，做完了再回梵域慢慢休息吧。95龙辇继续朝关东平原深处驶去，不断铺设高铁网络和安置信号塔，直至当时间来到7月初时，在酷热的太阳下，陈凡亲自看见了7号防线。他走下马车，面色肃穆地望向远处那座不见首尾、近乎和天地相连的7号防线。这里的城墙都是6级，这种级别的城墙，倘若镇守在江北，江北绝对安然无恙。这也说明关东平原面临的压力是比江北更大的，能将这种规模防线冲破的鬼巢，可想而知，留给他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他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尽可能的发育起来，发育到一个足够的高度。狱主少秋凭空浮现在一旁，神情有些激动地望向陈凡。你来了，我这就去找7号防线的负责人，让他来接待你。我还没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呢。不见了。站在95龙辇旁的陈凡远远望向前方的那堵7号防线，他能依稀看见在7号防线下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这一路上都没见过这么多人，都在这里了。轻摇了下头，也不用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直接跟我走吧。少秋微微一愣，有些迟疑地望向后方那7号防线，还是点了点头，快速联系上其他暗格成员。他还没和自己那些朋友道别，这些日子他交了不少朋友，算了，以后总有机会再见的。陈凡转身回到95龙辇，准备返程。他知道7号防线的重要性，但他不想和7号防线的负责人接触，现在暂时还不是时候。现在他的实力不够，深入接触之下，很容易被永业殿拿去当血包。他可以镇守江北，甚至可以支援关东平原，乃至为整个永业大陆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但当血包就还是算了。当一个个暗格成员汇聚于此后，95龙辇开始快速朝关西平原驶去，准备回家了。这一趟他在外面待了太久了。永业历380年7月初，梵域高铁的轨道成功铺设在关西平原和关东平原的各个角落，至此梵域的影响力得到再次扩大。7号防线，那个下半身被拦腰斩断的招募官，此时坐在餐桌前，望向自己桌上的2份饭，没有动筷，只是久久不语。不知过了多久，周围人渐渐少了许多，吃饭的餐点已经过了，还不见少秋人影，他才开始拿起筷子，开始缓缓吃自己的那份饭。平日那家伙都会在入夜前和他一起吃饭，但今日没来，且他刚得知和那家伙一起来的那批人也都不见了，便心里明白了，他们走了。这半年以来的鬼巢所带来的压力，让那家伙也有点撑不住了，尤其是在今年雨季即将到来，那股压在所有人心头上的压力，令很多人都喘不过气来。
每天都有不少人逃跑的，这也很正常。尤其是那家伙还不是关东人，跑了也再正常不过了。但不知为何，今天的饭菜总感觉没有往日那么可口了。喂，刘叔！一个小年轻凑到桌前，毫不客气地端起那份无煮饭菜，大口朝自己嘴里刨去。那家伙既然跑了，这份饭就我吃了，刚好我没吃饱，再来一份刚刚好。中年男人没有讲话，只是低头自顾自着地吃着手里的饭菜。刘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7号防线所有被鬼物感染、截断身体的残疾人，都是只有上半身，好像没见过一个只有下半身的。你说神奇不？年轻人面色认真地望向刘叔，嘴里满是饭菜，含糊不清道。中年男人有了动作，抬起头来盯着年轻男人，面无表情道：“你觉得你很幽默吗？”可年轻人有些讪讪地放下手中碗筷，我这不是看刘叔你好像有点难过，前来逗逗你吗？我是不会走的，我肯定会跟你一起镇守7号防线。你可以走，我真不走。我家人我的朋友都死在了关东，我死也得死在关东。中年男人没再讲话，只是神情有些恍惚地望向鬼火外的从远处快速覆盖而来的黑暗，许久后才呢喃道：“真是的，走就走了，至少走之前打个招呼，我也好给你点盘缠啊。”耳边隐隐传来无数鬼物的嘶吼声，那是在7号防线外鬼巢开始继续发起冲击，新的一夜战斗又开始了。我先去了，今天我负责7小段10座炮塔的鬼势补充。对面那个年轻人在永夜降临后，快速将碗里还剩下的2口饭一股脑的刨进嘴里，含糊不清的朝远处快速跑去，很快便消失在人群中，不见了踪影。这么一个人，对7号防线的作用可以说近乎可有可无，但镇守在关东平原的7号防线，正是由无数个这样可有可无的人所组成，变得极其厚重，屹立不倒。永业历380年7月初，正值酷暑，陈凡回到了凡域，趴在1号洞穴木屋的床榻上，脑袋侧过去望向挂在墙壁上的永业日历。等这次雨季过去，距离海底鬼巢登陆就只有正儿八经的2年整了。忙碌了数月，终于铺设好了所有高铁轨道。这些日子，凡域高铁的存在也改变了关西平原的所有势力格局。最为显著的一点是，近100年来，关西平原各个势力不断分战的格局被打破了。骷髅马销售下滑的同时，整个关西平原变得渐渐和平了起来。随后，他活动着身子骨后，便来到了江北防线。陈凡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远眺四海，浪花不断拍在礁石上。这几个月，樊玉攒了不少鬼石，他终于可以将江北防线的城防建筑彻底补充完毕了。随后，他来到江北防线的尽头，看见了那匹熟悉的骷髅马，然后才开始从头开始打造城防建筑，是神炮、铜管、防空炮等一座座建筑快速不断打造完成，直至天黑，陈凡才停下了建筑的打造。想要打造完，预计还得好几天。随后，他走下江北防线的城墙，再次回到无名山，回到木屋里，就成大字形躺在床上。不行了，这回是真累了，先休息一天再说。很快，屋内响起了轻鼾声，这一觉陈凡睡得极香，他甚至久违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江北防线在2年半后被海底冲上来的鬼巢彻底摧垮，江北沦陷，无数生灵因此而亡。而樊玉第一个覆灭，在临死前，他看见了大鱼自爆，冷焰在鬼巢中炸开，清空了一大片区域的所有鬼物，但很快这片空白区域又被无穷无尽的鬼巢填满。他无力且不甘地望着面前这一切，已经没有后手了。正当他即将被鬼巢淹没时，一阵冷气飘来，陈凡打了个激灵，从梦中醒来，走出屋子，站在1号洞穴的城墙上，望向已经褪去的黑暗和正挂在半空中的太阳。这一觉竟直接睡到了半上午。呸呸呸，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他低声嘟囔着，昨晚的梦太不吉利了。伴随着4年之约即将渐渐逼近，他也变得有些紧张起来。按照上古战场所经历的鬼巢，他用5级城墙所打造的防线，基本上是可以挡住的，只要他储备的鬼石弹药不被耗尽。但谁也不清楚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批鬼巢实力涨了没有？毕竟连7号防线那清一色6级城墙都在这次雨季里被攻破，险些彻底沦陷，得再准备妥当一点。片刻后，正在打造建筑的他招来少秋，了解下7号防线的具体信息。狱主，你找我。少秋很快来到陈凡身边，陈凡轻点了下头，一边打造建筑一边随意道：“你在7号防线待了也有半年了，讲讲7号防线，你了解到的都讲讲。”是。少秋面色一正，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本，低头快速查看了一番后，才开始汇报道：7号防线并不是永业大陆前线，而是永业大陆后方的一个次级防线，所面临的鬼巢比不上前线，但也已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鬼巢。哪怕是非雨季，平时的鬼巢也是铺天盖地，数以千万计的鬼物，在夜幕降临后，从海水中登上陆地，向防线发起攻击，无惧生死。7号防线全程97公里，常见炮塔是一种名为剑雨炮塔的绿色品级炮塔，升至满级无需消耗任何天材地宝，10万枚鬼石可打造一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暗塔，是黄色品级的城防建筑，每1000米一座，用于对付鬼巢中的大鬼，单体攻击威力极大，消耗同样也是极大。剩下的还有不少防空炮等。在7号防线外的一片广袤空地上，种植了大规模的鬼茄，这是一种特殊鬼植，成熟后触碰可产生巨大爆炸，成熟期需1年，且无法移动，成熟后会自动冒出头来。雨季结束后，7号防线就会安排人在城墙外大规模播种鬼茄种子，等来年雨季即将来临时，刚好成熟，这些鬼茄将会迎接雨季第一波大型鬼巢。陈凡轻点了下头，停顿良久后，他才继续开
开口道：“你对永业殿了解多少？”少秋低头仔细思索一番后才开口道：“这个势力是永业大陆最大的一个组织，不是势力。任何愿意为永业大陆出力的势力都可以加入这个势力。加入后没有任何月钱，也没有回报，但却需要做出贡献，为守护永业大陆做出贡献。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永业大陆所有势力联手聚在一起，一起守护永业大陆。有鬼石的出鬼石，有人的出人。势力内连个建筑师的都没有，就去那些还没加入永业殿的势力索要鬼石。而7号防线的总负责人甚至都没见过永业殿的店主，也没过去永业大陆腹地。他是土生土长的关东人，原先是一个势力的势力之主，后来势力覆灭，原负责人身亡，他在临危受命之下成为了总负责人，负责7号防线的总调度。而且在上次雨季前，因为当年积攒下来的鬼石不够，7号防线向永业殿发去了支援。永业殿一开始拒绝了，后来又给了回应，说已经尽最大可能调度了1亿枚鬼石运往关东平原。但在半路上，因内奸泄露了情报，鬼族收到了这个消息，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冲破了一个次级防线，在这批鬼石路过秋明盆地时，将这批鬼石拦了下来。非洲被击沉，永业殿将这个消息告知了7号防线，并表明暂时没有多余鬼石可以支援7号防线了，希望7号防线能尽可能的撑住。陈凡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打造动作，非洲下方原本正缓缓移动的城墙也同样停了下来，眉头忽皱，偏头望向少秋：“你刚才说内奸？”他不理解，倘若两个势力彼此开战，有内奸很正常，但鬼物和人类开战怎么可能会有内奸？难道人类会选择去投靠鬼物？少秋点了点头。这次永业大陆前线之所以战况极其危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次永业降临，不少鬼物都觉醒了一定智慧，懂得用计策了，很是难缠。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永业殿的人都清楚，永业大陆大概率撑不过这次了，但还是在拼尽全力的去做阻拦。就算撑不过，也不能让鬼潮那么轻松的上岸，而且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奇迹的出现。而有的鬼物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渗透进永业殿，许诺只要愿意在此时投靠他们的人类，当他们鬼族彻底占领永业大陆的时候，会开辟出一片区域给这些识时务的人类居住。永业殿里内奸并不少。据我所知，无论是鬼族还是永业殿，都得知江北防线空缺的事情。鬼族那边正在不断打听永业殿何时去江北布防的消息，准备故技重施，让江北的鬼潮从江北登陆，一路南下进入关西平原，然后里应外合，拿下7号防线，再一路向东进入永业大陆腹地。陈凡沉默了许久，他知道永业前线战事紧急，没想到已经紧急到这种状况。目前看来前线还能撑住，反观江北防线和7号防线成了重中之重，这两道防线一旦被攻破，整个永业大陆这个庞然大物都很有可能因此瞬间解体。所以这次7号防线在雨季里近乎沦陷，主要原因是鬼石数量不足。是的，少秋长叹了一口气，随后汇报完了，站在陈凡身后一言不发。他汇报的所有信息都尽可能的没带主观情绪，他打心底里极其憎恶那群内奸，如果不是内奸的存在，永业大陆不会这么难，7号防线也不会这么难。陈凡也继续开始打造一座座建筑，只是同样沉默着，久久不语，一主一从，两人就这样也不讲话。良久之后，陈凡才轻声道：“我会向7号防线派出援助，由你亲自出面，不要告诉7号防线援助来自于江北繁育，就说是无名势力给出的援助。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让7号防线将这件事情也不要汇报给永业殿。”少秋微微一愣，随后才神色一正，应声道：“是。”他知道繁育如今面临的处境也极其艰难，江北海底鬼潮即将登陆，繁育可是没有收到来自永业殿1枚鬼石资助的，全长97公里。陈凡低声呢喃着，每100米安置一座噬魂雕塑的话，需要大概970座噬魂雕塑，总共就是需要250万枚鬼石左右。在雨季前，繁育向7号防线的第一笔援助就是970座噬魂雕塑，每一座噬魂雕塑都可降低范围内所有炮塔的40%弹药消耗，这对7号防线的帮助是极大的。鬼石他给不了太多，他的鬼石都不够用，但他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7号防线沦陷。除了噬魂雕塑以外，还可以再为7号防线支援一批铜管和祭坛以及式神炮，这样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7号防线的城墙防御和火力。只是铜管没有办法通过高铁运过去，需要他亲自前往7号防线打造，这个他还在考虑。在没有足够实力保护自己之前，他不愿和永业殿有过深交集，谁也不知道某个内奸会不会把他的信息泄露给鬼族，除非匿名伪身，这倒是个办法。虽然瞒不了太久，但能瞒一点是一点，能给繁育争取一点发育时间是一点。繁育如今太缺时间了，如果战争可以暂停就好了。良久后，陈凡停下了手里的打造工作，偏头望向少秋：“当初叫你离开的时候，我看你有些迟疑，在7号防线交了点朋友。”少秋有些不好意思的眼神飘忽着。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远眺大海，轻声道：“今天我会打造一批噬魂雕塑，由你带队，明日通过高铁运向7号防线。”是。少秋有些兴奋的重重点头应下。在少秋走后，陈凡站在非洲甲板边缘上，伸了个舒舒服服懒腰。今天的江北防线打造计划暂时停止，先打造1000座噬魂雕塑给7号防线送去，而自己先度过2年半之后的鬼潮吧。他望向波涛汹涌的大海，他还没亲眼见过海底鬼潮登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第2日，少秋带队踏上前往关东平原的高铁，朝关东平原驶去。临近夜色，安静的7号防线开始渐渐忙碌了起来。永夜马上降临了，要开始做准备了。而那个失去双腿的招募
入关则是如往常一样，拄着拐着打了饭走至旁边桌前。这次他只打了一份饭。打好饭的刘叔看向面前那空空如也的座位，忍不住下意识地回头望向。他感觉少秋正站在身后，如往常一样咧嘴笑着跟他打招呼，但身后人潮来往，唯独没有少秋的身影。反应过来的他不由摇了摇笑了笑，像是自嘲般端起碗筷开始吃饭。他年龄比少秋大很多，但在这地方忘年交很正常。他看见少秋就像是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无畏、勇敢、自信，和年少时的自己一样，但比年少时的他要更聪明。他当年如果跑了，就不会失去双腿了。就在这时，周围人群突然变得嘈杂起来。刘叔微微一愣，放下碗筷，下意识抬头望向前方防线。难道是尚未入夜，鬼潮就袭来了？但很快他发现周围人的视线正望向他身后。他转身望去，只见一条长龙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关东平原上疾驰着，朝他们一行人驶来。刺耳的声音驱散了灰雾，给原本有些沉闷的7号防线带来了一丝生机。这是数个月以来7号防线从未出现的变动。议论声在耳边纷纷响起。那是什么？我怎从来没见过？会不会是永夜殿的支援？终于等到支援了吗？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挺过去这次雨季了？刘叔没有讲话，只是眼眶顿时泛红，拄着拐杖尽可能的站至笔直，望向那辆长龙笑了出来，声音有些发颤的笑骂道：“这臭小子！”只见长龙最前面的一节车厢，少秋正将身子探出来，如往常那般咧嘴笑着，望向他不断挥手高吼着：“刘叔，少秋，我他妈回来了！”反玉高铁停在了距离7号防线约近1000米左右的距离，这里是轨道尽头，7号防线的不少成员都围了上来。刘叔用力的挥动着拐杖，尽可能的冲在最前面。刘叔，少秋从高铁上跳了下来，望向刘叔咧嘴笑了起来：“几天没见，想我了没？我主子知道了7号防线的情况，特意派我来送来支援。”诺，他指向身后的一长列装满雕塑的高铁车厢，噬魂雕塑可减少炮塔40%的弹药消耗，这批噬魂雕塑足够布满整个7号防线。话音落下，周围一众7号防线的成员纷纷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半晌后才反应过来，激动着不断敲打着彼此，嘴巴张合想要说些什么，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减少40%的弹药消耗，不是支援的鬼石，却远胜于鬼石，这代表着他们或许可以活过这次雨季。快！刘叔嘴唇发白，整个人也因激动而站立，望向身旁人急促催促道：“快去找七老！快！”他本想说些别的，但在听见这破噬魂雕塑的效果后，再也顾不上别的。不用找了，我在这里。人群散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身后跟着2、3人，正骑着骷髅马快速赶来。在逼近人群时，身手利落的翻身下马，才有些眼眶微微泛红的望向少秋，沙哑道：“当真能减少炮塔40%的弹药消耗，绝无一丝虚假。”少秋面色认真道：“有多少座？1000座，可布满整个7号防线。诸位可是永夜殿派来的支援？”“不是。”少秋摇了摇头，“是我主子派来的支援，但因为某种特殊情况，我主子并不愿意暴露自己势力名字，并且也希望七老你能对永夜殿瞒下这次援助。”“好说好说好说。”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此时嘴唇不断发颤，眼眶里闪烁着泪光。无论你来自哪个势力，这份恩情7号防线全体上下成员都记下了。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番情绪后，才挤出一个笑容。来，这边请，我这就去让人准备宴席。宴席免了。少秋摇了摇头，指了指头顶渐渐黑下来的天空。天快黑了，不如先将噬魂雕塑快点布置好，早点布置好，就早省一点鬼石。天色渐黑，永夜不久之后便会如期而至。附近的7号防线成员也纷纷动起来。不久后，粘稠如墨的黑暗再次笼罩了整片大陆。少秋带着暗格成员跟在七老身后，登上7号防线的城墙。永夜降临的一瞬间，海面便如同沸腾了一般，不断涌出浪花，几乎是瞬息间，伴随着一股浓郁的恶臭味传来。一眼望去，几乎看不见尽头的鬼物从海水中冲出来，嘶吼着冲向7号防线。而与此同时，安置在7号防线上的箭雨炮塔表面纹路泛起阵阵白光。近乎同一时间，所有御敌的箭雨炮塔纷纷启动，一柄柄约莫巴掌大小的冷白光剑，以近乎覆盖式的打击朝鬼潮笼罩而去。七老全程都站在一座箭雨炮塔附近，眼睛死死盯住鬼石的消耗。约莫一炷香后，眼里的兴奋已经越来越浓郁。是真的，真的可以降低炮塔40%的鬼石消耗，这对于7号防线来讲是极大的加持。谢了。七老深吸了一口气，眼眶有些微微湿润，望向少秋。整个关东平原只有我能和永夜殿联系，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对外泄露这个消息。上次的事我也没想到，但你要相信，我不是内奸。少秋摇了摇头。你肯定不是，你要是的话，7号防线早就失守了。他知道七老在说什么。上次永夜殿在雨季里派出7名天师级别的建筑师前来支援，但在返程时却纷纷被暗杀，死于自己人手中。这件事让七老一直都很自责，因此七老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帮助他的势力要匿名。对了，有件事情，上次7号防线被攻破，永夜大陆派来了7位天师级别建筑师的同时，还派了一位近乎武圣修为的守夜人。正常来讲，守夜人是无法提升自己修为的。你可知那个近乎武圣修为的守夜人是如何做到？狱主没让他问这件事，是他自己想知道。七老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道：“守夜人有一种独特的特征，他们的肉体宛如阵法一般，可以封印并压缩很强的能量。血脉经络组成的阵纹死死压制住体内的能量，一旦启动时，便是阵裂，能量爆发之日。守夜人威力虽然巨大，但在面对鬼潮时，却显得极其无力。后来，永夜殿偶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守夜人的肉体是没有上限的，可以封印并压缩很多能量。这样一旦启动，威力会极其惊人。将数百枚鬼石液化后的乳白液体强行挤压进守夜人体内时，这些鬼石化作的能量就会被封印在守夜人体内。一开始，守夜人会极其
其痛苦，但慢慢的，身体就会适应这种痛苦，且肉体可封印的上限也可得到提升。而这个时候，这个守夜人便是2级修行者了，他们可以爆发出比寻常守夜人更大的威力，不断重复，便可成为武王、武皇。乃至武圣守夜人。虽然痛苦程度会不断增加，但这种修为的守夜人一旦启动，威力是惊天动地的。少秋没有第一时间回话，而是顺着七老的视线望向7号防线那源源不断的鬼潮。他想起来樊玉的大鱼也是一个守夜人，守夜人的结局好像就注定了是个悲剧一样，而这个命运甚至都不是自己选择的，生来便已注定。七老神情有些恍惚地继续道：所有永夜殿的被培养的守夜人，都是守夜人自愿接受被注射的。他们想自爆的动静更大一点，让天地间记住他们的存在。鬼潮肆虐，有人暗投鬼族，泄露机密，有人舍身忘与天殉葬，很多势力完全无视了7号防线的支援请求。而你们，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势力，更未向你们发出求救，你们就主动送来了支援。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正是那些好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舍身保护的这片大陆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死也死得值了。少秋沉默着没有回话，只是安静站在原地望向7号防线外。铺天盖地的鬼潮如瘟一般冲击着7号防线，彼此起伏的高吼声在城墙上不断响起，不断响起的爆炸声和下方溅在空中的血花，形成了这片战场的主旋律。七老今日好像有些忍不住想说些话，也不管少秋回不回，自顾自地叨叨着。但少秋也渐渐听不见七老的声音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7号防线外的鬼潮吸引了过去。在第一次来到7号防线的时候，他包括所有暗阁成员都不由升起一种失落感，因为他们的修为在这种大规模的战场上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战场的左右影响是极低的。但现在他找到自己方向了，他的方向不在防线，在后方。永夜大陆里的那些内鬼就由他们暗阁来拔除吧。当樊玉正式进入永夜大陆腹地那一刻，所有内奸都将会迎来樊玉暗阁的逐一审判，这是他擅长的事情，也是暗阁擅长的事情。经过一夜战斗，天渐渐亮了，永夜如期退去，7号防线的众人也各自忙碌起来。少秋也准备离开了，他拒绝了七老再次准备宴席的想法，独自一人在食堂里找到了刚起床的刘叔。刘叔如往常一样坐在那里，桌上摆着2碗饭，他知道其中1碗是他的。少秋走至桌边，端起手里的这碗汤面，狼吞虎咽的大口吞完后，才颇为满足的抹去嘴角油渍，抬头望向坐在对面的刘叔，笑了起来。谢了。如往常一样，在7号防线这半年内，他负责夜间守护7号防线，刘叔负责白天工作，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多，基本上只有吃饭时能看见。而在交接时，刘叔总是会利用自己能先打饭的特权，为他打好一份饭，让他不用排队能吃到最热乎的饭。谢什么？刘叔撇了撇嘴，用手里的烟斗敲了敲自己仅剩的大腿根部。7号防线的规矩，残疾者可优先打饭，有特权让我用，不用也是浪费了。看出来你是要回去了吧？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刘叔像是驱赶苍蝇一般，也没看少秋，只是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中的烟斗。少秋起身，有些微微迟疑地开口道：刘叔，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我可以保你比在7号防线多活几年。不走。刘叔冷嗤一声：我父亲没走，我儿子没走，搁我这儿我就能走了，更何况我腿都没了，能走哪去？那我走了。走吧。少秋停顿了片刻后，也没再回头，刘叔也没回头，良久后才恍惚地长叹了一口气，最终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向身后。只见那辆如长龙般的高铁已经正以极快的速度朝关东平原驶去。他缓缓扶着身边拐杖起身，望向那渐渐消失在视野尽头的高铁，低声呢喃着：少秋，少秋。年少不知秋风意，回首方晓岁月寒。原本死气沉沉的7号防线，因少秋的到来，让他也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少年心气是不可复生之物，他很久之前也想去看看永夜大陆全貌，甚至想去永夜前线，但现在他哪也去不了。7号防线容纳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失败者，像他这种失去双腿的半残之人，离开7号防线又能去哪呢？死在7号防线是他们唯一的归宿。他们不是守夜人，但又酷似守夜人。天亮了，永夜历380年7月8日，无名山内，陈凡如往常一样早早起来，来到江北防线，今天继续开始打造江北防线。江北防线已经差不多要正式完工了，如昨日一样，他开始再次打造一座座建筑。当黄昏来临后，在连续忙碌数天的江北防线彻底竣工，陈凡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望向江北防线的头尾镜头，眼里满是满意。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接近2年了，这2年内，他打造出了一条长达170公里江北防线，清一色5级城墙，镜控选项，鬼血纹路，这是一座完美的防线。陈凡没有任何人陪同，就这样独自一个人拄着手杖，沿着江北防线走在城墙上，感受自己打造下来的这个江北防线。走着走着，陈凡停了下来，停在一座是神炮塔面前，望向远处海面笑了起来。我准备好了，来吧。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时间来到了年末，永夜历380年10月末，雨季即将降临。过去半年了，这半年内樊玉的发展稳步推进着，新大陆那边开采也在继续，王麻子的探索也在继续，如今已经近乎将整个大陆全部探索完毕。再根据计算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将整个新大陆用鬼火笼罩全部区域，需要大概169361座满级鬼火。只是雨季即将来临，温度也渐渐低了下来。陈凡裹着一个毛毯，坐在1号洞穴城墙的摇椅上，望向手里王魁呈上的数字，沉默着，久久不语。狱主王魁低声汇报道：
根据我们计算，想要将整座新大陆全部用鬼火笼罩的情况下，需要消耗33.8亿枚鬼石左右，总铺设时间预计在1年。陈凡眉头微微皱起，盯着牛皮纸上的这串天文数字，良久才长叹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摆了摆手，示意王奎可以先下去了。这个数字吓到他了，这真的是人能完成的任务吗？如果他不是拥有那个鬼火的天道赐福效果，哪怕他有足够的鬼石，也没有这么多天才地宝够他来完成任务。时间流逝，永业历380年10月末，今年雨季即将来临，距离海底鬼巢登陆还有2年。天刚蒙蒙亮时，陈凡便带着瘸猴还有少秋和几个梵域暗阁成员，坐上了前往关东平原的高铁。3个时辰后，这辆梵域高铁一路南下江南，缓缓停在7号防线前。正值半下午，7号防线一众骚动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便带着几个手下，从人群中快速朝高铁走来。数月以来，再次见到了这个高铁，陈凡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具，比划了一下，但想了想又扔在一旁，没有太大意义。这群人没听过他名字，就算看见他面容也不知道他是谁。高铁停稳后，他才走下高铁，站在这片充满着死气的土地上。这位是七老，此时已经快速迎来，在看见少秋跟在其身后时，很快反应过来。无名。陈凡望向七老，平静道：“名字只是代号，距离雨季降临没几天了。7号防线虽然身为6级城墙，但没有恢复手段，我来帮7号防线加点恢复手段，可让防线更为坚固。”是。七老先是微微一愣，随后声音都有些发颤。7号防线全体成员都好了。陈凡轻声道：“场面话就不说了，带我上城吧，我其实有点赶时间的。”城墙上，这是陈凡第一次登上7号防线，他站在城墙上翻身上了一匹骷髅马，沿着城墙开始狂奔，并每隔一段距离都会布下一座祭坛，并铺下一根根铜管，这些铜管没入城墙内，通过和祭坛相连，可通过祭坛来恢复城墙的受损区域。一个极不起眼的建筑，却可大幅提升城墙的恢复速度。3日后，陈凡有些疲惫地站在梵域高铁旁，而七老则是带着一众7号防线核心成员前来送别。这3天内，陈凡彻底改造了7号防线。被陈凡改造的7号防线，若是再遇到上次雨季里那种规模的鬼巢攻击，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失手了。这帮助不可谓不大，从骨子里解决了他们7号防线的问题。先生，七老此时眼眶通红，声音有些发颤：“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但我想让先生你知道，你挽救了7号防线上下全体成员67万人的性命，你拯救了关东平原数百万还存活的人口。”陈凡站在荒原上，望向7号防线。这3日内，他奔波在7号防线上鲜少停歇，见了不少人。此时准备离去前，无数人站在7号防线墙根下目送他。一眼望去，7号防线墙根下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漠然，那是一种已经看淡生死的漠然，但瞳孔里又浮现出一丝希冀。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死人，但此时好像又活了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我观察过7号防线的主要炮塔是剑与炮塔，死于这种炮塔下的鬼物可保持尸首近乎完整。你们平日里是怎么处理鬼物尸体的？7号防线每天能诞生不少鬼物尸体，剥皮、去骨、挖鬼石。”七老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位为什么会询问这个，但还是第一时间回答：“部分鬼皮和鬼骨可以当做鬼材用来炼器炼丹或是打造建筑，往常这些东西会和鬼物尸体一起售卖给关东平原的各个势力，他们负责销售至关西平原。但如今上次雨季7号防线失守，关东平原人口10不存3，仅存的势力都跑了，如今已经没有商会来往了，这些东西我们只有鬼皮和鬼骨还留着，像鬼物尸体什么的都扔了。”好。陈凡轻点了下头，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数辆高铁不断在关东平原和我们势力往返，你们要做的是将这些鬼皮、鬼骨包括鬼物尸体搬运至高铁上，而我会付给你们鬼石，具体价格回去后会有人来和你们对接，不会太高，我们其实也挺缺鬼石的，但也不会让你亏。不用不用。七老闻言急忙急促的摆手拒绝：“先生，你们送来了1000座噬魂雕塑，对7号防线帮助已经很大了，如今你身为一个势力之主，又亲自来，先生，这些鬼物尸体你们拿走就好了，不收1枚鬼石。”陈凡笑了笑，也没多说什么，而是转身朝高铁走去。这事儿就这样定了，你派人安排就行，鬼石肯定会有的，但不会太多。走了。这3天内，他扩修了关东平原的高铁，确保高铁轨道可以拥有多个分岔，通向长达97公里7号防线的各个区域，这样可以最大效率的收集鬼物尸体。这就是梵域高铁打造出来的意义。而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祭塔，向祭塔献祭尸体可获得各式各样的材料、异宝、建筑蓝图等。梵域的鬼物尸体并不多，主要是神炮一发下去后，尸体直接成粉碎了，根本无法献祭。七老深吸了一口气，有些恍惚地望向身后人，以后挖去鬼石的时候，尽可能保证尸体完整，将鬼物尸体全部收起来。好不容易我们能做到一点事情，别给搞砸了。他望向身后人，这些7号防线的核心成员，此时眼里满是笑意。一扫往日灰暗，永业历380年10月31日近黄昏，从关东平原返程的梵域高铁正疾驰在江北荒原上，向着无名山的方向笔直而去。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在车厢上，丝丝凉意渗入车厢内。下雨了，今年雨季又来了。不久后，高铁缓缓停在无名山内时，永夜如期而至，极其粘稠起的黑暗迅速笼罩了整个江北荒原，震耳欲聋的雷声开始此起彼伏的不断响起。陈凡走向高铁，望向港口方向，他知道安置在那里的通天柱已经开始继续储能了。回到无名山后，陈凡径直走向木屋开始入睡。这几天确实比较疲惫，同样梵域成员也对雨季没有太多波澜，依旧如往常一样忙活着手里的事儿。
雨季降临后，第一个白天，陈凡早早从屋内睡醒后，第一件事便是打造一座座鬼火，随后通过高铁运往新大陆，并由新大陆那边按照后勤格标出的点，将一座座鬼火摆放在对应点位上。这就是他那需消耗33.9亿枚鬼石的新大陆星火燎原工程。这个工程需要足足1年后才隐约能看见结果。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这次雨季，樊玉并没有遭到太多冲击，时间就这样缓缓来到雨季末尾。新大陆这边的星火燎原工程已经有了一定的初步进度。此时天气渐渐暗下来，今晚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雨季最后一晚。关东平原，七老望向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众7号防线核心成员，哪怕今夜过了雨季没结束，也就只有2、3晚了。今夜让大家都打起12分精神来，只要过了这次雨季，我们又能迎来1年的休养期。是，下方一众核心成员齐齐应下，才四处散去。在做完这一切后，就在这时，他怀里的突然传来一阵滚烫。七老面色微变，从怀里掏出一块满是洞口的小巧石头，用手掌将其完全包裹进去后，一道声音在他脑海内响起，只有他一人能听到。7号防线在雨季并未失守，有何突发情况？一道沙哑的男声，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询问的极其直接。七老微微迟疑地望向城墙根下的吞噬雕塑，这是来自永业殿的消息。他知道永业殿那边为何会有此疑问，因为永业殿那边因为腾不出手脚，这次雨季降临前已无力支援7号防线，虽没有明说，但基本上已经将7号防线这边放弃了。但如今他们7号防线撑过了这个雨季，永业殿那边自会判断出发生了意外情况。7号防线在雨季即将降临前，侥幸在附近挖到了数座产量不小的鬼矿，这才得以撑过雨季。他只是嘴唇微微蠕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声音却顺着手里的子母石传到千里之外永业殿负责联系他的那个成员手里。明白，脑海里很快响起对方冰冷且不带感情的声音。鬼矿产量如何？可否够在江北打造一条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如果够，永业殿会尽可能的派出一批建筑师。不够，七老没有丝毫犹豫的摇了摇头，得发现多大一个鬼矿才能够打造一道防线，根本不可能。收到，对方情绪已经没有任何波澜，无论是在得知7号防线未沦陷，还是得知发现了鬼矿，都没有任何波澜。那位留在江北的气息，2年后便会消散。永业殿已无力支援江北，命7号防线负责人七老携带7号防线全体核心成员，尽可能携带所有鬼石异宝等，于今年雨季结束后，一路向东前往永业大陆边缘地带的黄泉口峡谷，弃守7号防线。什么？七老面色瞬间煞白。他知道黄泉口区域，那是永业大陆靠近关西平原的一片区域，因地形特殊，近乎将永业大陆和关西平原彻底一分为二，故而被称之为黄泉口峡谷。这就意味着永业殿彻底放弃了黄泉口峡谷以西的所有区域，这其中就包括江北4地。关西2地，那黄泉口区域以西这片区域的人怎么办？等死！对方的声音依旧没有波澜，甚至没有森寒，更像是在平平无奇地叙述一件极其寻常的事情。永业殿的3号前线和4号前线在雨季相继失守，损伤无数。为了补上3号和4号前线，永业殿不惜一切代价，在3号和4号失守区域后方紧急建立起2道防线。如今永业殿资源严重匮乏，只能在黄泉口峡谷区域入口处打造出1道防线，那里碎裂的节点更小，需打造的防线也更短。守1道防线总比守2道防线容易。拒绝执行！七老有些愤怒地嘶吼道：“你们怎么能放弃这么多区域？你们知道这会死多少人吗？至少你也要告诉所有人，让所有人一起撤离。”哪怕听见七老的怒骂声，对方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依旧在平淡叙述：“如果你有那么多骷髅马和足够的后勤，你可以尝试带着所有人撤离，又或者你能补齐江北防线以及无支援的情况下坚守住7号防线。”怎么可能？七老情绪从未如此激动的怒吼道：“永业殿连打造江北防线鬼石都没有了吗？”没有了。七老在听见对方如此平淡地说出这3个字后，突然从激动的情绪中平复下来，沉默许久后，才眼眶通红的沙哑道：“知道了，我不会走的。7号防线不会撤离一人，将死守7号防线。”这次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只是在停顿了片刻后，语气里难得的带上了一丝情绪，沙哑道：“永业终灭，万古如咒，恭送七老赴死。我们会赢的。”掌心里的子母石渐渐失去温度，通讯也被挂断。七老独自一人站在城墙上，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地望向城根下那一座座帐篷。雨水打在他身上，却没有浇灭他心中的那团火，让他只觉得越来越烦躁。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压抑不住情绪的七老，神情近乎崩溃地怒吼着，用脚疯狂踹向面前的城墙。明明，7号防线已经守住了这次雨季，形势明明已经变好了。7号防线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几次雨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永业殿已经无力打造江北防线，决定弃守这片区域。这则消息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那位先生，对，那位先生。突然反应过来的七老，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一根稻草般，眼中闪烁着一丝希翼，开始快速在怀里摸索着传音符。但很快，他又僵在原地。那个先生并没给他留下传音符。最重要的是，就算联系到又如何？哪怕对方是从上古时就传承下来的势力，又如何？一个势力怎么可能打造得起一道防线？瞳孔里布满红血丝的七老正站在原地，望向城墙根下那一座座帐篷。而恰逢此时，一个7号防线的成员在路过他身边时，忍不住情绪激动，尽可能压抑住情绪的低声道：“
七老，我们守住了。声音压得极低，但语气中透露出来的兴奋却几乎要溢了出来。七老微微一愣，最后才强行挤出一个有些难看的笑容。是啊，我们守住了。如墨般的厚重黑暗从天边涌来，永夜降临了。这是雨季的最后一晚，所有7号防线的成员都很兴奋，涌上墙头，准备守住这最后一夜。最后关头不能松懈，个个怒吼着望向防线外从海里冲出来的无数鬼潮，仿佛在挑衅，又或是在庆祝一样。死气沉沉的7号防线上，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一幕，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希冀和兴奋。然而，只有七老一个人怔怔站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那无穷无尽的黑暗，以及那铺天盖地的倾盆大雨，只觉得一股令人窒息的绝望将他彻底淹没。他甚至觉得呼吸隐隐困难，下一刻眼前一黑，竟直接晕厥在地。第二日天亮了，雨停了，晴空万里。持续了30日的大雨，在天亮的那一刻瞬间停了。陈凡走上1号洞穴的城墙上，望向外面，慵懒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才笑着望向身后少秋：“走吧，陪我去7号防线一趟。”雨季里，7号防线应该积攒了不少鬼物尸体，这第一批货还是得我们亲自去一趟才行。王奎，你从库里清点出来一批鬼石装高铁上。雨季结束了，他看了眼挂在城墙上的日历，永夜历381年，年初，又是新的一年，距离海底鬼潮登陆只有2年了。走了，天气渐冷，陈凡坐在繁育高铁上，沿着轨道一路南下江南，准备前往7号防线。他望向窗外的景象，轻哼着无名小曲。他心情还算不错。新大陆那边的星火燎原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7号防线这边也能收取一大批鬼石，繁育正在稳步快速发展，一切都在变好。就这样，高铁抵达了7号防线。从高铁上走下来的陈凡望向颇为热闹的7号防线，仔细观察了片刻，笑了起来。虽然嘈杂，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显然7号防线不但守住了，而且伤亡应该也很小，以及那垒起一座小山的鬼物尸体都是他的，能在祭塔里兑换不少东西。很快，七老带着几个手下从嘈杂的人群中走出，来到他面前。七老，陈凡扫了眼四周，笑着随意道：“雨季结束了，来收获了。看来7号防线这次在雨季里守得还不错。”七老面色有些隐隐煞白，瞳孔里布满红血丝，状态显得极差。本就是七老80的人，这副状态让人不由有些担忧，下一刻就会突然暴毙。你这是什么情况？陈凡眉头微微皱起，雨季里染风寒了。七老状态差到有点像是伪人鬼，放在樊城，那都是重点盘查的对象。七老深吸了一口气，摆手示意跟着身边的人都散去后，才独自一人站在陈凡面前，声音中夹杂着绝望和不甘，微微发颤道：“先生，7号防线上下全体成员很感激你的支援，但永夜殿放弃7号防线了。永夜殿在黄泉口峡谷建立了新的防线，2年后会有无数鬼潮从江北海底登陆，永夜殿无力在江北建立起新的防线。黄泉口峡谷位于关西平原的最东边，那里是永夜大陆真正的海岸线。我们江北4地连同关东2地，只是永夜大陆上一个凸起的大型海岛。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先生，你尽快离开吧，我就不走了。我无法看着这么多人就这样无辜死去，我想护他们最后一程。”七老在说完这些话后，突然状态变得好了不少，眼里闪过一丝决然。先生，这些日子真的很感激你的支援。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他听明白了，永夜殿不打算来江北打造防线了，连打造一个江北防线的鬼石都没了。永夜殿前线已经危机到这种地步了。永夜前线丢了2个防线，死了不少人。我看看。陈凡从怀里掏出鬼皮地图望去，在关西平原的最东面有一片连绵山脉，山脉中有一个大型缺口，那个缺口便是黄泉口峡谷。半晌后，他大概搞清楚是什么状况了，有些感慨地望向七老。没事儿，别慌，江北有防线的，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如今正安安稳稳地坐落在江北。7号防线沦陷不了，江北防线也沦陷不了，我们都能活下去。七老愣在原地，眼里闪过一丝不解。江北怎么可能有防线？以前江北全靠那位留下的气息震慑海底鬼物，哪里来的防线？永夜殿也不至于骗他，更何况前线都丢了2个，永夜殿确实没有足够资源打造新的防线了，又是哪里来的防线？但下一刻，一道闪电突然从他脑海里划过一般，他陡然想到了什么，嘴唇发颤，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眼前这个男人。难道你？陈凡笑了起来。认识这么久了，一直忘了做自我介绍。在下陈凡，来自江北繁育，镇守江北已有数年。永夜殿无力守的江北，我繁育来守。